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北部，它始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战国时期，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彬父子主持修建，是全球现存最古老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，至今仍灌溉着超1000万亩良田。这项工程以道法自然为理念，利用岷江地势和水沙运动规律，通过3大主体工程分水鱼嘴、飞沙堰和宝瓶口，实现自动分流、排沙控水，彻底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水旱灾害，成就了天府之国的富饶。其深陶滩低作堰的治水智慧，体现了中国古代生态水利的卓越成就，比现代水利工程早2000余年实现了人水和谐。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既是实用水利设施，更是中华文化活态传承的象征，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。离开了眉山市，我就驾车前往都江堰，距离130公里，驾车需要1个半小时。这里是都江堰的1号停车场，这里停车一天呢是20块钱，如果说不过夜的话呢，就是10块钱。我们是昨天晚上到了这里，那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钟。我是军谷，我现在是来到都江堰。这座桥啊是叫做南桥，特别漂亮啊，它被称作天府第1桥。刚刚啊我们在冠县古镇那里呢就吃了早餐了。等一下呢我们从都江堰正门进去，一直逛到玉垒山，然后呢穿过冠县古镇，从南桥回来。啊，你想看熊猫啊？好。想看熊猫。哦，你刚刚看过了吗？进园了，直接刷身份证。刚刚已经在网上订过票了。全价票。进来之后啊，就是一个园林。你看，这前面呢是有一个喷泉啊，喷泉的中间呢是有4根铁柱，这个铁柱呢是叫做卧铁。这个卧铁啊是埋在内江底下的，因为内江啊每年呢都是要清理那些泥沙嘛，清理到这个卧铁的时候呢就可以停止了，见铁即止。过了喷泉之后呢就是燕公道，这上面呢两边呢是有很多塑像，相信就是历代啊维护都江堰的一些功臣了。这位叫做施千祥，阿尔泰，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像是清朝的人啊。看一看，清乾隆28年任四川总督。这里有一棵非常古老的银杏树，叫做张松银杏。相传呢是在三国时期，一位西蜀的名士啊，名叫张松的人，在这里种下的一棵树，有1700多年树龄了。《西游记》啊还在这棵树上呢取景呢。这里还有一尊诸葛亮的雕塑。过了燕公道之后呢，前面呢是一个小广场，广场的尽头呢是伏龙观。这座建筑呢是为了纪念李彬而建的，里面呢是有一尊李彬的雕像，三面呢都是悬崖峭壁，这一面呢就是有42级的台阶，可以往上走，上去看一看。这就是李彬的石像，高2.9米，重4.5吨，中国最早的圆雕石像。这里还有一尊燕公石像，它已经没有头部了，它的高度呢是有1.85米，肩宽0.7米。这另一边呢还有一些雕塑，是东汉时期的石刻。
不过这些呢和都江堰呢关系不大，是从一些墓里面呢挖出来的石像了。这下面呢就是都江堰的全景图了。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，更没有钢筋混凝土。古代人治水讲究的方案是疏导和分流，而不是在这里筑坝拦水发电。这里有2块大木头，已经有3000多年了，是夏商时期的。之前呢，在这里附近修筑电站嘛，从水里挖出来的，如今呢被展览在这里。通过这条花洲栈道啊，走到尽头，就可以看到宝瓶口了。其实，在对岸呢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，只是这边的观景台呢，已经被铁丝网啊给拦住了。看一下岷江的江水，特别绿啊！为什么这里叫宝瓶口呢？因为成都平原啊，就如同一只大瓶子。由于宝瓶口巧妙地控制了内江进水的流量，才造就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，所以命名宝瓶口。宝瓶口在古代啊是称作灌口，它的长度呢约40米，底部宽17米。到这里啊就走到尽头了。你看这里是被围起来了，也许这边呢是怕有危险呢。从这边的阶梯往上面走，这上面还有一个亭子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内江，这边呢就是飞沙堰。飞沙堰呢，你看这里呢是有一道低矮的堤坝，那么这个堤坝呢是高于河床2米。当涨水的时候呢，水流啊多余的水呢就会从这边给漫出去。如果说是枯水期的话呢，这个水流啊就不会从这边经过，而保证了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。现在沿着游览步道继续往前走，到人字堤来看一看。默默，我们要过索桥了。什么？糖花吗，小朋友？漂亮的糖花哦。昙花啊！走在这上面呢，摇摇晃晃。来到人字堤这边呢，往回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刚刚我们就是在这梨堆的上方啊，这座建筑呢就是伏龙观、宝瓶口，这边呢就是飞沙堰。飞沙堰在涨水期的时候呢，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排沙的作用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方啊，刚刚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呢，有4根卧铁，那4根卧铁啊，就是放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说这里每年呢都要定期的去清理泥沙。在这里啊，360度环视一周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梨堆、伏龙观、宝瓶口、内江、飞沙堰。这边呢有一道堤坝，这是后来新修的。看完了飞沙堰呢，现在我们直接坐观光车去鱼嘴。这里过去可能是有1.5公里左右啊，观光车10块钱。现在就来到鱼嘴了啊，这里呢就是46分水28分沙的地方嘛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像是鱼的嘴巴嘛，所以叫做鱼嘴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下方啊，以前呢并不是这样的钢筋水泥啊，而是用竹子编成箩筐，然后将石头啊放进里面，摆成一个鱼嘴的形状，所以说这里啊被称作鱼嘴。你看，用竹子编成这样的箩筐，里面呢是装着一个个石头。讲一讲46分水的原理啊，内江的河道比较深比较窄，外江的河道比较浅比较宽。在枯水的时候呢，内江啊，由于它河道比较深嘛，所以说它分到的水大约有6成，而外江啊比较浅，它分到的水呢大概就只有4成。那么在涨水期的时候呢，由于外江的河道啊比较宽，所以说它这边分到的河水呢又变成了6成，而内江的河道比较窄，所以说那边分到的河水啊就只有4成。所以说无论在涨水期还是枯水期，进入到成都平原的河水啊都不会太多，也不会太少。那么28分沙啊又是什么原理呢？河水啊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呢，比较浑浊的带着泥沙的，它会流向河的凸面，而比较清澈的那一部分水啊会走河的凹面。
你看这边就是凹面，这边是凸面。在我之前的视频中啊，我也拍摄过很多江河的大湾，比方说金沙江第一湾，还有怒江第一湾。像它凸起来的那一面呢，就会形成一个河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带着泥沙的河水啊会走凸面，而比较清澈的河水啊是走凹面。所以说80%的沙子啊都是流向了这一边外江，还有20%的沙子呢流向了内江，就在刚刚的飞沙堰那个地方啊，把它给排出去了。另外呢，还需要定期的去清理河道。看完了鱼嘴之后呢，现在我们过安澜索桥，然后登上玉垒山，看整个都江堰工程的全景。这座安澜索桥啊，竟然是中国5大古桥之一啊。那这一段呢是属于外江段的索桥，这边呢是142米，它全长呢是有286.5米。为什么叫安澜索桥呢？安澜啊，指的就是安度狂澜。前面这座呢就是秦燕楼啊，在上面呢是可以看到鱼嘴的全景。但是如果要看整个都江堰的全景的话呢，是要走到玉垒关。你看这里呢是有一座像关楼这样的建筑嘛。你看这内江啊都被一分为二了，这边呢就是属于比较深的河道了。安澜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夫妻桥，桥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李斌修筑都江堰的年代，但是到了明朝末年，索桥毁于战火，一时无力重建，两岸的行人只能靠船摆渡过河。时间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的名字叫何先德，祖籍是贵州毕节，从他的祖父开始，因为躲避战乱，来到了四川灌县。灌县就是现在都江堰市的老城区。何先德是一位教书先生，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妻子杨氏相夫教子，贤惠能干。在清朝嘉庆8年的时候，何先德亲眼目睹了岷江上渡船失事，有上百人葬身于滔滔江水之中。于是他便倡议乡民集资修桥，同年在都江堰上建了一座横跨内江和外江的索桥，从此两岸的百姓就可以安度狂澜了，所以就取名为安澜桥。安澜桥全长265米，桥身是建好了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安装护栏，就有人意外从桥上落水而身亡。本来为民办好事的何先生，却因此被官府判了死刑。妻子杨氏为了替丈夫伸冤，就在桥上加上了护栏。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何先德夫妇，就将此桥称为夫妻桥或者何公何母桥。所以这座桥啊，现在也被称作天下第一爱情桥。默默走楼梯啊，那边太陡了。你看，就是要挑难走的走啊。过了桥之后呢，我们到二王庙来看看。二王啊，指的就是李斌还有他的儿子，泽户两渠。里面呢还有一个牌匾啊，金堤重镇。二王庙，秦太守李公祠，高山仰止，上去看一看。深桃滩低作堰是都江堰的治水6字法则。深桃滩是说桃洼淤积在江底的泥沙要深一些，以免内江水量过小而影响灌溉农田。低作堰是说飞沙堰的堰顶不能修得太高，以免洪水季节泄洪不畅，危害成都平原。后人把这6字诀刻在二王庙的石壁上，很是醒目。这上方啊还有一条更长的阶梯，这就是二王庙的正殿，里面不能拍照，下去吧。这上面就是玉垒关了，这是整个都江堰景区啊唯一一个可以看到全景的地方。站在玉垒关的一侧，是可以同时看到内江和外江，还有鱼嘴。这另一边呢，就可以看到宝瓶口、离堆，还有飞沙堰。看来这座关楼啊，也是后期重修的。玉垒关，
过了关门之后呢，这一边呢就可以看到离堆，还有宝瓶口、飞沙堰。但其实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啊。宝瓶口看不到，只能看到飞沙堰，还有人字堤。这个角度刚好呢，又是被这些树枝啊给挡住了。过了玉垒阁之后呢，原来啊还有一座城门呢，这座呢是叫做宣威门，相信离景区的出口啊已经不远了。这座城门呢还宽大一点呢，果然这里就是出口了。从这边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西街还有南桥了。这下面就是冠县古镇了。接下来要进入的一条街呢，就是西街。这条街啊，算得上是整个古镇里面呢最古老的一条街了，但是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啊！里面是各种店铺。我们从早上10点46分进入，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，逛了差不多4个小时。古镇里面有很多吃的，找一家餐馆吃个饭啊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看一看这个宝瓶口，这个角度看下去漂亮啊。谢谢，我不要了。又回到南桥了，这里面呢真的是画梁雕栋，但非常可惜，它已经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古桥了。这两边呢是有很多名句啊，问道青城山，另一边呢是拜水都江堰。从这边出来，这里还有河道走向的示意图呢，过来看一下。这里啊就是都江堰，你看分出来了很多条河流啊，有濮阳河、百条河、走马河、江安河、岷江，就是主的河道。其实这条分出来的河道啊，最终呢是在眉山那里啊，重新跟岷江汇流在一起了。岷江流到宜宾之后啊，就跟金沙江汇流，再往下就称为长江了。我们在网上团购了一个套餐呢，126块钱，还有2个菜没上呢。这是一个面，辣子油，这是川味香肠、宫保鸡丁，还有一条鱼和一个汤，和平时吃到的川味腊肠一样。吃花生要咬碎吞下去啊，不能整颗吞哦啊！你看这么大一条鱼，这是鲤鱼。有鱼刺耶！这种叫什么做法呢？红烧吗？这酱汁呢是属于酸辣味的。对，我还特意叫它微辣嘛，不然的话会更辣。
了。